Hello， 欢迎来到拥抱心理，我是拥抱心理治疗所所长周梦许治疗心理师。今天一样会来讨论高敏感人爱情之路哈。首先，我们要先邀请盛峰心理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盛峰心理师。盛峰心理师上一集已经分享暧昧期的这个部分了哈。那今天的这一期的题目叫做如果对方没有接住我的情绪，我该怎么办？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大部分蛮多在咨商里面啊，蛮多人会表达的，或者是其实我们身边的朋友有时候讲爱情，就是在讲他们的这个爱情的时候，也会说他都没有接住我的情绪哈。没错，我觉得现在人，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真的情绪的书籍越来越多，文章也很多，然后节目其实在谈的也很多，所以其实大家都越来越知道，其实我们要关注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自己的心情是什么，然后同时我们也会把这样的一个期待带到我们的亲密关系里面，也会好希望我的伴侣，不管他是男生女生，都要具备一个特质，叫做懂我或可以接住我的感觉。听说这是一个这个特质已经成为一个择偶条件，好像是对，至少女生至少我现在身边的女生，你问她说你希望你的男朋友啊有什么特质？以前都会说，当然一定都会有嘛，我要有房有车有钱之类的。现在还有一个特质什么特质？他要可以懂我对，可以跟我聊我的感觉。是啊，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自己，我觉得这是好事啊。但是其实我有的时候有个好奇是，盛峰心理师，我记得你跟我分享过，希望情绪可以被理解。这个在高敏感族群里面又是一个很被期待的一件事情。的确，为什么？因为其实我本身不一定是一个那么有感觉的人。不过有的时候，其实真的有一些朋友啊，他真的会说，我有感觉到一些感觉。对。然后我就会说，到底是有吗？你的幻觉还是真的感觉？对，我说我没有这个感觉。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像牛头不对嘴，就是我真的没有，所以好像他的确有时候可能会接不住对方。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在高敏感人的为什么高敏感人的感觉这么难接住？这样讲好了。OK， 因为说真的，高敏感的人呢，我用一个比喻来说好了，我们人可以看到的光是不是就是可见光？但是呢，有些昆虫啊，或是一些生物，它是可以看到红外线的，或是可以看到紫外线的，所以可能我们对于情绪的细致度跟敏感度，可能比一般人来的拉开很多，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更细微的一些东西。比方说，有些高敏感人可以感觉到人家的意图。有些高敏感人可以从人家的眼神感觉到他脑袋里面对他的期待。当对方还没有讲出来的时候，很多高敏感的人就已经觉察到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就会因为高敏感人可能比较多的觉察，然后呢，他从小时候来谈好了，可能他有一些需求啊，或感觉到大人对他隐微的讨厌啊，或者是忽略掉他的需要的时候，他可能受伤也会比较多，或者他的需求可能也会比一般小朋友比较多，所以那就增加了可能漏接的这样的几率。但是当他常常被漏接的时候，高敏感人往往就会开始慢慢的怎么样否定自己。觉得自己可能不值得被爱啊，他可能才会漏接我的需求啊。虽然心情是不开心的、愤怒的，可是内在底层可能会有一些委屈跟受伤。而在这样成长过程中，可能他也慢慢的封闭自己，把自己的感受啊切断，因为大人都跟你说没有啊，没有那些感觉啊，你不要想太多，你那些感觉没有，他就会觉得自己是幻觉。然后当他有那些感觉出来的时候，他就跟自己说没有，没事的，所以慢慢的他就越来越切断自己的感觉了。这个当他们也许长大，或者是当他们进入爱情的时候，这个会变成一个怎么样困难？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身为高敏感的朋友们，我们需要有一些自觉。就是我们第一，我们先肯定自己，我们感受到的都是
对你而言都是真实的。光是能够肯定自己这件事情，我们才能在你的这个真诚的跟自己互动的立基点来去讨论接下来应该讨论的事情。可以举个例子吗 ？OK， 可能在关系里面呢，可能对方他就比较没有陪伴自己，但对方觉得这样的陪伴程度已经 OK 了，但可能高敏感的人他会觉得我需要的更多，然后呢，他就告诉自己说不会啊，我觉得 OK 了，对，我不应该有这种感觉的，虽然心里觉得很不舒服，觉得很想要一直找他，可是呢，我觉得那是我的问题，因为大家都说。就是一个礼拜陪伴了几次，我觉得大家都觉得 OK， 我不应该有我这样的想法跟这样的需求，就是先直接否定，这是一个直接否定自己的期待或自己的感觉。没错、OK。所以在第一步呢，就是要先正视自己的需求。对，没错，我的需求就是比别人要更多。那我们立基于这样的一个需求，我怎么再跟我另一半做沟通？我觉得这个声风心理师讲的蛮好的，是我先肯定我的感觉，但也不是我肯定我的感觉之后就代表对方一定要配合，或者是对方一定要满足，这个不等于嘛？对，不等于。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愿意真诚的表达我们自己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成功一大半了。因为往往呢，我们问题是很多人有很多的情绪，自我纠结啊，自己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啊，很多自责啊，然后又衍生出对对方的情绪。原因是因为连你自己都没有清楚的看见跟表达，所以当你愿意表达的时候啊，你的情绪就已经有了出口了，那些情绪能量就已经没有卡在你里面了，所以你的身心已经松开一半了，那剩下的就尊重对方，看对方他怎么样回应你。你的意思是说，其实只要自己先肯定，并且表达，对，其实就算是我收到的可能是一个拒绝，可是那种不舒服或者是被拒绝的那种可能很讨厌的感觉，不一定会这么强烈。没错，因为在做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当中，你跟自己的关系是融洽的，而且你已经尽力做了，你已经圆满了，在这个过程中，你已经做了所有你能做的了。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纠结就少一半，因为很多人的纠结是在于我自己也没有勇气去说出来啊，然后自己责备自己啊，所以跟自己的关系在里面先搞不定，然后还有跟别人关系也搞不定，对吗？所以我们在这过程中先学习把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搞定，所以我们表达完之后，剩下的再来搞定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但要怎么搞定自己？所以我记得你有跟我分享过，就是一个表意识跟一个比较深的一个部分。没错，所以很重要的，我刚刚说了嘛，我们学习直接表达我们真正的需求。像有些人就会跟另一半说：“你怎么那么晚回来啊？现在都几点了？你知不知道啊？”不知道，对不对？但是他其实在讲这句话，他背后是我想让你多陪陪我，对不对？对，所以我担心你。对，那所以怎么样的表达？你刚刚想象一下，对方听到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想这两句话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意思啊。如果一个是指责说你怎么还没有回家这么晚还没有回家，一个是表达说我希望有更多时间跟你在一起，或者是你这么晚回来，其实我很担心，我很在意你。对，这听起来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意思。没错，所以对方可能他的反应也会很不同，会很不一样。所以在表意识层面，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理智的话，我们可以学习改变我们的表达方式。但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也要客观的来分析一下，因为我刚刚说了，高敏感的朋友们，我们的需求的确比一般人还要来得多，所以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你今天你的另一半呢，他大概可以接住你多少的需求，你觉得就 OK 了？那我觉得啦，假设我们说，可以接住80%，我就觉得很 OK 了，或60%我就觉得很 OK 了。所以你跟他表达了10次里面，他有6次有回应到你的需求，那剩下4次的时候没有接住的时候，你就要提醒自己啊，他这4次他刚好没接住而已。
不然很多人在他没接住的那1-2次，他就会直接爆炸。可是这超困难，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自我觉察。没错，这可以怎么练习？所以啊，我们可以做一个统计啊，我们就真的做一个统计。你说真的做一个统计？他如果有接住我的需求，我就画一杠；有接住，在我手机记下一笔。好，然后有接住6次，然后没有接住4次，那这就是我本来想要的啊。你是说不？这可以再具体一点吗？只要画一杠。就是说，我今天跟他表达一些事情，对，然后他回应了我，对，然后我心里面感觉到是满足的，那这个过程是不是就代表他有接住我的需求？对，那我就可以做一个比较理性的记录，统计就是他有接住了1次，那他下次没有接住的时候，我也不急着生气，因为他有4次的扩大，10次里面他有4次可以不要被我接住。应该是说我可以怎么样知道我大概6次就够了？就是一个人的主观感觉，一个主观感觉。所以我们自己觉得啦，就是因为我们要理解一件事情，没有人能100%接住我们的需求的，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决定，你觉得这个眼前的这个人啊，他可以有多少来接住你需求，我们就比较理智的去做这件事。会不会有人最后说，他只可以有10%，他只可以有1次？没错，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要处理到那跟对方互动的关系咯，对不对？我刚刚说的部分是先从自己调整，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从理智上来去调整他的这个调整的力道，基本上是蛮微弱的，因为很多的原因是在于我们的潜意识，因为为什么我们对于一个人没有接住我们的需求，我们会这么的不舒服？对啊，往往就是因为我们过往成长经验，我们的重要他人没有好好的接住我们的需求，所以今天有一个对象在面前的时候，他没接住的时候啊，我过去那些没有被我的重要他人接住的那些成长过程的一拖拉苦的那些情绪，就会全部涌上来。以前可能都藏起来了。没错，那就是当时我们没有在过去的时间点把那些情绪整合或修复好，所以那些伤它卡在我们里面，它就会全部一次性的涌出来，结果就丢在这个人身上，有点可怜。所以咯，如果我们有这个自觉的话，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回过头去反刍我们自己过往的生命旅程，有没有这些没有被爱够，或者是别人没有接住我们需求的时刻，在那些时刻下，我的那些情绪或是我的内在的那个感觉，是不是能够去表达出来？表达出来就是一种能量的释放。当能量释放了，它就不会卡在你里面。应该是说，其实我觉得生活心理师你这2集在分享的，真的是虽然在讲爱情，其实我觉得更好像也可以在说的是，在爱情里面，我们可以怎么去认识自己。的确，没错。不过这句话也是一个老掉牙，很多人都是说我们都是透过爱情来认识认识自己。不过生活心理师这2集其实提供了2个方法，就是说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认识自己，然后调整自己。那我最后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的朋友的故事。他就是呢，常常觉得他先生没有陪伴他，所以后来他也有沟通哦，他就是跟先生说，我们周末呢就有一天要一起相处，但是呢，他先生有时候就会没遵守，那没遵守的时候，他就很愤怒啊，觉得明明就讲好了，为什么你可以这样，然后就会造成很多的波澜这样子。结果他开始来去探索自己之后，他发觉呢，在这个很深的不被理解或是没有被照顾到的情绪背后，他有一个我是一个被遗弃的人的这种感觉。因为当每一次先生就是离开家里的时候，没有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就有这种感觉出现。他虽然觉得不理性，可是内心的确有这种感觉。所以他的重点是在处理他内心有一个我是被遗弃的人的这个信念。所以我觉得很棒的是，后来啊，他就在跟他先生吵架的时候，有一次他就直接跟他先生说，
我现在正在调整我自己，我也知道我里面有一个我是被遗弃的人的感觉啊，我现在就正在努力调整，那你可不可以帮帮我？他就发现他先生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他先生异常的反应就是突然就不生气了，而且那个生气马上就化解了。所以当我们能够辨识出我们现在内在的敌人是什么，不是眼前的先生，不是，而是自己过去的某个过去的自己啦。对，某个过去自己没有整合好的那一部分的时候，我们就能让我们的身边的另一半成为我们的同盟，合作一起来看看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把对象当作是敌对的、责备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因为其实那就是在说，不是先生抛弃我啊，而是我内在因为过去没有整合的部分而有这个感觉。对，所以并不是他，而是抛弃我的人，其实反而可以变成跟我一起合作的人。的确，哇哦，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用这个故事作为结尾，其实我觉得太棒了哈，因为你就会发现，其实跟自己接触，去了解自己，他的这个疗愈。或者是疗愈这件事情是多么的要说神奇吗？其实我觉得的确是蛮神奇的。我们要讲疗效啦，这不是，我觉得不是疗效，而是就是一个真的可以让关系或者是让自己有更多的选择。没错，这样好了。今天真的很谢谢圣丰心理师最后的故事的分享哈，让我们真的发现呢，疗愈自己其实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有更多的选择。第3集啊，圣丰心理师一定还会再往下一个阶段来讨论爱情的另外一个议题。至于是什么，我们就先卖一个关子哈。那我们下礼拜5见喽，拜拜。